日前，美国国务院又批准新一轮对台军售，五角大楼还设立秘密小组，加速交付售台武器。中国国防部表示强烈反对，强调美方一步步将台湾推向危险境地，最终也将伤及自身。那么，新一轮美台军售包含哪些内容？美为推销武器，专为台湾岛打造豪猪岛策略，又是在怎样编织谎言、行毁台行径？本期节目，评论员李亚强、陈曦共同在线深入解读。马上掌握最新消息。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6月5号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新一轮对台军售，目前进入到知会国会程序。据报道，新一轮对台军售包括2笔军售案，总价3亿美元，包括 F-16战机的标准备用和修理零件及相关设备约2.2亿美元，以及非标准备用和修理零件及相关设备约8000万美元。这是拜登任内第14次，也是今年以来美国政府第2度对台军售。今年2月，美国曾宣布对台出售先进战术数据链系统的升级规划及相关设备，价值7500万美元。台防部门表示，新军售案可望在1个月后正式生效，将有助于维持台湾空军战机装备妥善与消耗补充。有观察指出，美国不过是为台独势力壮胆罢了。在接收到美国发出的强制性购买指令后，台防部门表示感谢的言语间充斥谄媚，暴露其以美谋独的嘴脸。对此，岛内舆论怒斥美对台军售破坏两岸关系，破坏台海和平，台湾不能成为美国政府的提款机。美国对台军售一会儿硬件，一会儿软件和零部件，就是不断对台湾地区军队弥补短板。不仅如此，通过对台军售的力度和项目控制，美国还能实现对台湾地区军队的掌控。6月7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美方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推高台海紧张局势，一步步将台湾推向危险境地，最终也将伤及自身。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中国人民解放军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值得指出的是，在美国国务院批准新一轮对台军售之际，美军火商组团赴台捞金也备受关注。据台湾媒体中时新闻网报道，由27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组成的代表团6月4号抵台，包括洛马、雷神、诺格等美国军火巨鳄，其中部分企业已经被中方制裁。在台期间，美军火商除了就无人机、军工产业等能力问题与台湾军工从业者交换意见以外，还参访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与汉翔公司。6月6号，美军火商还参加了所谓的防务产业论坛。据台湾媒体此前透露，该论坛的幕后主办方是被称为美国军火商的掮客机构。自2018年起，美国军火商借该论坛之名，向台湾直接提供零部件、转移关键技术，染指台湾潜艇、玉山舰、雄升导弹等多个所谓自主研制项目。近年来，还有一大批美国退役将领、退休政客进入美台商会，成为美台军事勾连的重要推手。今年，美方代表的领队鲁德尔就曾在五角大楼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与佛罗里达州的中央司令部任职。他曾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等中东前线担任美军指挥官。2022年9月退役，退役前担任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观察指出，与去年窜台的25家美国军火商相比，本次组团数量有所增加，且涵盖领域更广。关键原因就在于赖清德就职之后，让美国军火商们闻到了更多对抗的味道，嗅到了可以发财的机会。美国对台军售一会儿硬件，一会儿软件和零部件，就是不断对台湾地区军队弥补短板。不仅如此，通过对台军售的力度和项目控制，美国还能实现对台湾地区军队的掌控。一直以来，美国方面不断鼓吹民进党当局应该把台湾岛变成一只豪猪。民进党当局听话的不断掏钱购买美国武器，天真的以为能让自己披上坚不可摧的刺甲。那么，为何说美国口中的豪猪岛策略，实际上是在编织谎言、行毁台行径？
豪猪因为身上有着密密麻麻的尖刺而闻名。据统计，一只成年豪猪背部能够长出超过3万根尖刺。美国为什么打着豪猪的名号向民进党当局推销武器呢？那是因为豪猪的防御最核心的就是刺多，言下之意就是要不断的买，把台湾岛打造成弹药库、火药桶。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借口提升台军所谓不对称战力，已批准14次对台军售，包括 F-16V 战机、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火山车载布雷系统、M1A2 主战坦克、毒刺防空导弹、陆基鱼叉导弹等等。不难看出，这些都不是最先进的武器，甚至很多还是美国早已淘汰又卖不出去的武器。岛内民众就痛批，台湾买美国武器根本就是美国的强买强卖。最典型的是火山车载布雷系统，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物，早已被美军封存，并且停产20多年。2022年12月，台军方以9镇项目为代号，向美国采购14套火山车载布雷系统，总价约1.8亿美元，主要用于执行反登陆作战。火山布雷系统分为空中与陆地投放2种版本，台军采购的是陆地版本，具有机动性强、布射范围广等特点。满载情况下，一辆车可以携带160个地雷发射筒，最多可以携带960枚地雷，最快可以在40秒内撒布长1150米、宽125米的雷场。而台军采购的 BLU-91B 战防雷属于炸底甲地雷，该地雷为扁圆形，装有0.8公斤高分子粘结性炸药，配有磁感应引信。当坦克装甲车从地雷上方通过时，不用直接压触到地雷，磁感应引信就会引爆地雷，炸毁履带或者炸穿底甲。岛内舆论抨击称，民进党当局是企图搞焦土战术，要把台湾岛变成地雷岛。尚且不论这些地雷能否发挥作用，一旦大规模布雷，最终承受最大伤害的无疑是岛内民众。届时，台湾岛内或将出现一个个危险雷区，疑患无穷。可见，美国所谓豪猪策略实际上是谎话连篇。美国关心的只是美国军事霸权和美国军火商的腰包，打着挺台幌子干毁台勾当。据岛内媒体报道，华盛顿智库凯托学会3月的一份报告显示，民进党当局向美订购191亿美元武器，大量积欠，迟未交货，其中部分甚至延迟达10年或更久。交付迟滞的武器包括 F-16V 战斗机、M1A2 主战坦克、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鱼叉岸舰导弹、MK48 重型鱼雷和毒刺防空导弹等。据另一份报告显示，19项美国国会批准的对台军售要到2027年或更晚才能交付，有些甚至还未指定预计交付日。对此，有岛内民众讽刺诈骗集团遇到诈骗集团。日前，美国防务新闻周刊透露，五角大楼为台湾地区设立了一个秘密小组，将加速交付武器给台湾。此外，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也正在讨论一项预算法案，包括给台湾提供5亿美元军事融资等内容。对此，岛内前民代郭正亮在政论节目中称，所谓秘密小组如果是针对台当局军购的190亿美元的欠货，那台湾也要不到，因为产能来不及。比如66架 F-16V 新机，如今交接进度已经延后，而台军采购雷神公司的增程导弹，预计交货时间也要等到2028年。因为那个完全就是产能来不及的问题，比如说 F-16V 啦啊。或者是海马士啦，或者是自走炮啦，我认为成立秘密小组也没用。郭正亮研判，秘密小组可能主要处理军事融资的项目。所谓融资，听起来是给钱，实际上是给武器，主要是美军库存军品。这些库存货很便宜，但美军会标注高于市场的价格给民进党当局，而且美国决定给什么，台军就要收什么。如果是融资给你，是对方指定，所以坦白讲，他是要把台湾当作弹药库了，他要塞给你了。有些民众不愿意让自己或家人上战场，有人还留言喊话赖清德要打自己打。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在受访时妄言，若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将不排除动用军力协防台湾。紧接着，美国又大张旗鼓地宣布新一轮对台军售。请教一下陈先生，您对此如何看？
那么近年来呢，这美国的拜登政府以及呢他前任的这个特朗普政府啊，一直以来都是对这个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一直呢暗中有这种支持。那没有这种支持，那现在像这个赖清德他也上不了台。那所以说啊，其实美国啊，尤其它的统治阶层，它的这个政府，现在这些做法非常的危险，而且呢，完全的不负责任。因为现在世界局势大家也看得到了啊，多方之间的这个复杂的博弈一直在进行。所以说呢，如果美国要在这边搞危险的举动，要把东亚也搞乱了，乃至于爆发战争和冲突，更是呢置地区的安全于不顾，也是呢置全球的人类世界的和平于不顾。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危险而且不负责任的举动。美国的霸权主义呢，已经成为现在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也是呢全人类未来的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美国新一轮对台军售主要包括 F-16标准和非标准备件及维修部件等。然而，台军一名战机飞行员称，队里10个有9个想退伍，暴露台军士气快垮掉现状。请教一下李先生，您对于台空军的战力有怎样的观察？当前看到台湾的飞行员出现了大量的需要，希望离开军队，不再进行战斗机飞行的这样的人很多，比例非常高。尽管各种说法不一，但是这种高比例的飞行员不安心，这种情况呢，总体表明了台湾空军的不管是装备也好，还是人员也好，总体形成的战斗力已经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当然，有些事情我们也不能轻视，毕竟台湾空军已经建军这么多年了，在飞行经验上和战术上都有它特定的地方。但不管怎么样讲，不管是从人员的训练水平、人员的基本的我们讲的所谓的意志和战斗意志、战斗作风等等，以及它的装备完好率，以及它对整个4代机的这种处于劣势的这种状态，台湾空军的整体战斗能力应该是偏弱的。美国五角大楼设立秘密小组，宣称将加速交付武器给台湾地区。这个秘密小组立即遭到岛内舆论嘲讽，实际是一个画饼小组。请教一下陈先生，您对此如何分析？那美国政府啊成立所谓的秘密小组，但是又把这个秘密小组的消息啊放到媒体上，故意向外放风，去试探世界舆论，同时呢也是给这个台独势力看的啊，就是体现出美国政府实际上啊对于这些台独势力是有支持的，就是向这个中国台湾地区卖武器嘛，而且是这种督促啊或者是加快交运的这个速度。那其实呢也是在给这个台独势力啊吃定心丸，就体现出自己好像是多么的重视这件事情。但这一系列的迷惑操作啊，其实就是舆论操作，就是媒体操作，就是忽悠台独势力啊为他效命，充当他的炮灰。那至于说这个军售啊未能交货或者未能按期交货，其实呢美国这些年以来啊，这卖到世界多个主要地区的这些武器装备，那其实呢很多都是所谓的期货，就是呢它并不是第一时间交货啊，甚至呢一直以来这些弹药啊这个钱是已经给到美国了，但是呢美国或者美军就是不交付，一直都待在美军的这个仓库里面。所以说美国啊其实搞这一套这操作都是为了长期的控制所谓他这些仆从，都是让这些购买方呢成为它的地缘政治的工具。日前，美军英勇盾牌2024联合军演正式开演，将持续到6月18号。作为美军在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实战化程度最高的多军种演习，英勇盾牌以往完全由美军自己单练，今年却首度邀请日本自卫队参加，释放什么信号？美日加快军事一体化速度，将就哪些科目展开联演？为何说凸显美国把日本作为介入台海有事的最前沿军事基地？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带来独家观察。6月7号，美军英勇盾牌2024演习正式拉开帷幕。英勇盾牌系列军演被外界称为是美军在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实战化程度最高的多军种演练，始于2006年，每2年举行一次。值得指出的是，英勇盾牌此前仅限于美军各军种驻亚太地区部队参与，通常会集结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陆军、太空和特种作战部队。
甚至包括海岸警卫队，一般动用超过1万兵力。而今年首次邀请日本自卫队参加。据日媒报道，日本自卫队方面出动约4000人、130辆左右车辆、60架飞机等军力参加。开幕当天，美日海空兵力在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菲律宾海集结，大肆炫耀武力。从美军公布的1分钟视频可以看到，此次演习由美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领衔。美日海上参演编队包括美国海军的里根号航母、第7舰队旗舰蓝岭号2栖指挥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罗伯特·斯莫尔斯号、伯克级驱逐舰希金斯号和拉斐尔·佩拉尔塔号。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出云号轻型航母、摩耶级驱逐舰羽黑号、大鲸级潜艇训鲸号。视频中，美日空中力量还组成编队从上空飞过。包括4架美海军 FA-18EF 舰载战斗机，美空军2架 B-1B 战略轰炸机，4架 F-22隐身战机，4架 F-16战机，1架 KC-46加油机，1架 RC-135侦察机。日本航空自卫队则派出2架 F-15J DJ 战机，2架 F-2战机。观察指出，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此前的报道，此次英勇盾牌的演习地点除了菲律宾海以外，还包括日本自卫队基地和驻日美军基地、日本周边海空域、夏威夷和关岛美军基地，以及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帕劳附近海空域等。然而，美日却选择在菲律宾海集结打卡，说明针对中国的意味非常浓厚，因为这里距离东海、台海、南海都不远。这是美军的勇敢之盾军演，是第一次将部分的演习放在菲律宾海域进行。那么第一次由日本海空部队参与，也就是说，日本如何配合美国支持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展开更具威慑力的军事对抗。那么这是美日菲最新研讨的针对中国南海问题的最新战略，特别值得我们关注。视频中并非美日全部参演兵力，而日本海自出云号与美国海军航母再次同框作秀，也凸显出美日正在加紧军事联合，加速军事一体化进程。目前，满载排水量2.7万吨的出云号已经完成航母化第1阶段改装，已经具备起降 F-35B 战机的能力，可以说已经是一艘真正的轻型航母。不过，视频画面显示，出云号并未搭载 F-35B， 停在甲板上的依然是舰载直升机，而羽黑号、训鲸号则分别是海自最新型的宙斯盾驱逐舰和潜艇。其中，训鲸号是大鲸级潜艇3号艇，今年3月8号才服役。据报道，大鲸级潜艇的水面标准排水量达3000吨，刷新了日本常规潜艇的最大吨位纪录。采用了更多新型的静音设计，搭载锂离子电池，延长了潜航时间，有着出色的隐身性能。据报道，大鲸级潜艇在水下低速航行时的噪声只有95分贝左右，安静程度堪比美国海军的海狼级攻击核潜艇，火力方面也较为强大。舰首有6具 HU-606型533毫米鱼雷发射管，既可发射日本最新研发的18式重型鱼雷，也能发射美制潜射型鱼叉反舰导弹，总计携弹量达30枚。分析指出，日本出动全主力阵容参演，就是希望可以有良好的表现，充当好美国的头号小弟。这次日本出动出云号航母、羽黑号驱逐舰、训鲸号潜艇集结菲律宾展开军演，释放了2个重要的信号。那么第一个就是以出云号航母为主的日本轻型航母舰队的正式形成，这也是战后70多年来日本军事转守为攻的重大转折，同时也标志着日本拥有了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航母编队将有意配合美国介入南海有事或台海有事。据美媒报道，英勇盾牌2024可能会对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网络进行实弹测试。
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网络是当前美军正在发展的新型联合作战概念，其核心是把美军所有军种的传感器和作战单元连成一个网络，计划将其所有传感器和作战单元实时连接，使各军种内部、不同军种间、美军与盟军间，在陆海空天网等各个作战域都能实现无缝通信、协调一致展开军事行动。具体演练科目方面，英勇盾牌通常包括远程海上火力打击、联合防空与打击、联合立体反潜、兵力快速投送和作战系统演示验证等，旨在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观察指出，反潜战是美海军在西太平洋战区的作战重点，也是历届英勇盾牌演习的重头戏之一。今年应该也不例外，只是变成了美日联合反潜。一直以来，日本海上自卫队协助美军的行动就是以反潜为主。作为2战战败国，日本和平宪法规定不能拥有潜艇等进攻性武器装备。不过，美国为了将其打造成一枚重要的马前卒，不仅默许日本发展，而且还提供了众多的技术支持。日本海自的主要作战冲出第一岛链，在海底反潜作战的阻力。除了首次邀请日本自卫队参加以外，美军还将部分演练科目安排在日本进行。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英勇盾牌演习期间，自卫队将与美军使用日本9个都道县的自卫队及驻日美军设施。双方将在西太平洋的硫磺岛联合实施跑道修复训练，并在北海道等地实施空降、反舰作战等训练。那么这一些联合训练的最大特点是贴近台海有事，全方位展开美日协同作战，和美军利用日本军事基地展开海空作战。那么这也表明，第一，美军已经把日本作为介入台海有事最前沿的军事基地。那么第二是显示了日本将成为遏制中国大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军事前沿。那么第三也展示了日本海陆空正在或即将成为美军在印太的第2军。中国国防报发表文章称，英勇盾牌2024演习针对性强，企图和野心不言而喻。日美2国频繁进行联合军演，将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此次英勇盾牌演习意在推动日本自卫队进一步融入美军联合作战体系，在同盟中承担更大责任。近期，美国与日本升级日美安保条约，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同时提高驻日美军的作战指挥权限，旨在加强驻日美军与日本自卫队的协同作战能力。未来不排除美军让日本自卫队在某些战略威慑场景中打头阵的可能。而从日本的角度来看，通过此次演习，日本自卫队从支援保障角色转变为直接参与者，似乎离彻底摆脱和平宪法限制又近了一步。2年一度的英勇盾牌演习被称为美军在印太地区规模最大、实战化程度最高的多军种联合演习。请教一下李先生，英勇盾牌主要演练什么呢？英勇盾牌呢是美国的例行性演习，主要呢过去是在它美军自己内部进行的。这种演习呢，对于一般军事意义上来讲呢，属于应用科目的联合演练。那么这样的演习呢，通常都带有比较强的使命科目，但是它的内容并不一定是非常固定的，它要根据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任务需求、不同的作战地域、不同的作战任务来进行临时的调整，临时增加一些内容。这种年度安排往往是有比较强的针对性，而且往往它是比较强的实战性。它的组织规模在美军也是很大的，那么它的实战意义也非常强的。美军现在在整个中国周边地区进行这种我们讲英勇盾牌演习，这是把它从过去从夏威夷、从关岛附近海域移到了更临近中国的海域，这种敌对意图毫无疑问是非常明显的。近年来，美日强化军事一体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不仅举行联演越来越频繁，演练科目也越来越多。比如，针对岛屿争夺战，在日本国内进行美军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空中运输演习。请教一下李先生，您对此如何解读？美国拉日本下水这一点也是非常明确的。
而日本投入到美军的战车上，把自己绑定在美国战车的这个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尽管在这个各种所谓的两厢情愿的表面现象之下，各有各的盘算，各有各的主意，各打各的鬼算盘，这种同床异梦的现象也是存在的。美国是想拉日本下水，进一步的遏制中国，以及在俄罗斯、朝鲜等方向，它都有发挥日本的所谓的军事作用，以弥补美国军力不足，发挥所谓盟国作战的优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日本想进一步的绑上美国的战车，获取更大的这种发言权，以获取所谓的正常国家的这种地位，这是摆脱美国对它战后的束缚。他们两国绑在一块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尽管各有所求，但从总体上对地区的形势，毫无疑问是一种紧张化的一种这种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放弃和平宪法，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同时，真要是把整个东亚拖入战火的话，这两家绑在一块儿，也未必能够在整个作战中占据优势。因为对整个地区而言，只有和平发展才是正常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把自己绑上美国战车，最终还会自食恶果。据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在西南诸岛部署有4支岸舰导弹中队，分别部署在奄美大岛、冲绳本岛、宫古岛、石垣岛。日本计划明年起部署增程型12式反舰导弹，并优先装备到这些部队。请教一下陈先生，您是如何来看日本自卫队的这一动向？那日本自卫队呢，装备这个反舰导弹啊，现在依然是88式反舰导弹和12式反舰导弹这两种混合装备部队。这两种呢都是亚音速低空突防的反舰导弹射程呢一个是100多公里，一个是200公里但是呢这些导弹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是过时了，它的作战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那现在所以日本要推出了12式增程型或者改进型的反舰导弹。这种12式增程反舰型导弹，它其实就是依托或者高度类似了美国军队的AGM-158C 空舰导弹，就是一个是要有一定的隐形能力，另外呢就是加强这个射程，而是长射程的。所以说这种导弹其实就是为了加强日本它的这个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在这个岛屿周边进行这个封锁或者拦截、对海打击的这个作战能力。它部署的像这个宫古或者石垣岛这4个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4个岛其实就距离中国台湾地区就是非常近了。那这些岛就会成为美日联军的一个跳板，就是干预台海的一个中间的依托基地，值得我们高度的关注和警惕。时隔7年，美空军 B-1B 在朝鲜半岛再次进行实弹试射，被认为是向朝鲜展示武力，必然会使半岛紧张局势再升级。那么 B-1B 飞入半岛有多大威慑力？为何选择实际投掷杰达姆制导炸弹呢？ B-1B 是美空军战略轰炸机3驾马车之一，具有低空高速突防、大载弹量和长航程的技术优势。最大起飞重量是216吨，航程9820千米，高空最大飞行速度达到1.25马赫，可在100米低空持续进行高亚音速飞行，是美军突防速度最快的轰炸机。 B-1B 同时还是世界上载弹量最大的战略轰炸机，总共有3个内部弹仓和6个武器外挂点，最大载弹量为60吨，包括34吨武器仓挂载能力，26吨的外挂能力，是 B-52H 的3倍 ，B-2A 的2倍。 不过，60吨的最大载弹量只是理想状态，真要挂这么多的话，会导致 B-1B 的机动性、航程和作战半径都会大幅下降。所以 B-1B 通常只采用内部弹仓挂弹。 在武器类型方面 ，B-1B 内部弹仓可携带多种机载武器，包括 AGM-158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AGM-154防区外武器、杰达姆卫星制导炸弹、GBU-3953小直径炸弹、CBU-878997集束炸弹、MK-80系列非制导炸弹、MK-62快速打击水雷、MK-65空投水雷、B-61系列核炸弹等等。 B-1B 机腹的6个武器外挂点设计之初是用于挂载携带 W80核弹头的 AGM-86B 空射巡航导弹，最多可外挂16枚。不过 B-1B 服役时已经是冷战末期，服役后一直未使用外挂点，也就从未搭载过 AGM-86B。
直到近年，美国战略重点转为大国竞争，美国空军才试图将 B-1B 的外挂点重新用起来，正在测试用以发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这次实际投掷的捷达姆是美国在冷战末期开始研制的，在 MK-80系列非制导炸弹基础上加装使用惯性制导和全球卫星定位复合制导系统的套件，从而成为低成本的精确制导武器。捷达姆制导炸弹可供美军现役大部分轰炸机、攻击机和战斗机内挂或外挂，主要用来在空中进行近距支援、空中遮断、压制敌防空系统、海上攻击、打击指挥系统等等作战行动。由于采用不同的战斗部，捷达姆有 GBU-31、GBU-32、GBU-38、GBU-54等等多种型号。韩国媒体称，美空军这次使用的捷达姆包括了地堡炸弹，很有可能指的是 GBU-31。GBU-31搭载的是 BLU-109钻地战斗部，这是一款专门用来打击坚固目标的战斗部，重约908千克，包含有250千克高爆炸药，弹体呈流线型，采用高强度钢，以确保有更强的清澈能力。据报道，一枚 BLU-109就可以穿透12米到30米的普通土壤，以及1.5米到2.4米的钢筋混凝土，威力巨大。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空军战机在加沙地带就大量使用美国提供的 GBU-31制导炸弹，只要是被 GBU-31命中的加沙建筑物，几乎都会被炸塌，被外界形容为以军手上的拆楼武器。可见，在这次演习中，美空军虽然只是让 B-1B 展示了部分对地精确打击能力，但对朝鲜发出的威慑意味非常浓。朝鲜此前就表示，美国轰炸机现身半岛，就证明了美国的敌意。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引发外界担忧。除了在朝鲜半岛炫耀武力，美国还试图拉拢日韩，将三国军事合作制度化。6月2号，美日韩三国防长在新加坡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就扩大三国联合训练达成一致。三方同意今年夏季举行涵盖空域、海域、太空域、网域等多个作战领域的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称，自卫队此前分别同美军和韩军在海域和空域举行过训练，但是尚未进行过同时跨多领域的训练。据韩联社报道，自由之刃的英文名称 Freedom Edge 是由韩美联演 Freedom Shield 和美日联演 King Edge 而来。韩美日将在韩美美日同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三边军事合作的高度。我们不得不说，之前呢，朝鲜半岛的局势紧张，主要是美韩之间的系列军演，和日本呢关系并不大。但是在美国的操弄之下，日本和韩国握手言和，甚至把目标完全对准了朝鲜。这本身就是美国心心念念要打造的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美国呢，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整个印太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而美国无力承担局势紧张所承受的代价，更多拉盟友来帮助美国背书。日前，美韩空军举行联合空中演练，美空军 B-1B 轰炸机再次飞入朝鲜半岛，并时隔7年首次进行了捷达姆制导炸弹空投。请教一下李先生，此举意在向朝鲜释放怎样的威慑信号 ？B-1B 的出动，包括捷达姆这种炸弹的使用，这个更多的表明了美国在贯彻它一贯的思路。我们看到美国提到的所谓空海一体战的思路，就是要通过用空中力量对敌方地面的这种弹道导弹也好、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也好，来获取它的所谓的海上行动自由，实施所谓的反介入的这种战术战略。从这个意图上来讲，它使用 B-21这种战略轰炸机发射捷达姆导弹，更多的恐怕以战术的需要、战役的需要为主，还没有到了这种使用战略武器。我们讲投掷核弹的这种意图，使用捷达姆的本身也是提高了它美军所谓在整个这个地区的作战能力，更多的是常规打击作战能力。当然，我们也看到了 B-21本身它是战略轰炸机，它跟 B-52、B-2这所谓的3剑客都是战略轰炸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看到美军的这种行为，毫无疑问，不管是对朝鲜半岛也好，还是对整个东亚地区也好，都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一种举动。
美日韩宣布将于今年夏季首次举行名为“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将涵盖空域、海域、太空域、网域等多个作战领域。请教一下李先生，对于这场演习，您有什么样的观察？所谓“自由之刃”演习是美军最近搞起来的一种新的演习。这种演习呢，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新，一个是体现了一种多维的作战能力，它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常规作战，而是空天电磁整体的一种整体作战，包括网络这样一种整体的一种新型的作战样式。这种作战样式毫无疑问是对整个东亚地区是一种升级的军事行为。这种行为蒙上了一种很强的这所谓盟国作战的色彩。这种敌对的这种拉阵营也好，集团对抗也好，这种意图就非常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演习对整个地区毫无疑问也是美国在传统的军事领域认为已经难以满足它的战略需要的这种前提下，重新拉开了一个新的战场，拉开一种新的作战样式，这样一种危险的